根据研究统计只要你吃的东西吃得太咸，你血液里面的钠就会太高，自然这些钠就会从肾脏里面排出去嘛可是你知道吗？你的肾脏在排钠的同时也会把你血液里面的钙给排掉你的钙质就会跟着流失啦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我平常放盐巴也没有放太多啊，为什么我还是补不起来？有一些高钠的食物是属于隐藏版的你没有加盐巴，可是你同时吃到很多的钠质比如说一些调味料，像一些沙茶酱啊，一些乌醋啊，它里面同时也是高钠的食物另外像一些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俊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钙质要怎么补啦？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只有2个原因。第一个，骨质疏松的盛行率现在非常的高大家都知道，大家很害怕三高嘛高血压基本上在50岁以上的人，他盛行率大概是25%，已经很高了，对不对？平均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有高血压。但是你知道骨质疏松在停经后的妇女竟然高达38%所以它盛行率非常高。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骨质疏松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恐怖你知道骨质疏松最大后遗症是什么？就是你跌倒的时候很容易骨折嘛如果今天你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你今天跌倒了，不幸你骨折的地方又是你的髋部的话，你知道死亡率1年有多高吗？有30%跟第3期的乳癌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因为它盛行率高，死亡率又很高，所以现在骨质疏松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大家很重视骨质疏松，所以大家都知道要补钙片。可是很多人明明就有在补钙片，可是钙的骨头的密度却没有上升那你知道为什么你补钙片你的骨密度却没有上升吗？因为你吃了2种的 NG 食物第一种 NG 的食物就是太咸的东西啦根据研究统计只要你吃的东西吃得太咸，你血液里面的钠就会太高，自然这些钠就会从肾脏里面排出去嘛可是你知道吗？你的肾脏在排钠的同时也会把你血液里面的钙给排掉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吃了太多的钠，你的钙质就会跟着流失啦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我平常放盐巴也没有放太多啊，为什么我还是补不起来？有一些高钠的食物是属于隐藏版的你没有加盐巴，可是你同时吃到很多的钠质比如说一些调味料，像一些沙茶酱啊，一些乌醋啊，它里面同时也是高钠的食物另外像一些火锅料、火锅汤也都是高钠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你的钙真的能够补到你的骨头里面，这些高钠的食物一定要避免啦。第二种 NG 的食物就是高磷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高磷的食物里面有很多的磷酸根磷酸根跟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变成所谓的磷酸钙。如果你中学有学过化学就知道，磷酸钙是会沉淀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补钙片的同时吃了很多含磷酸根的食物，你食物中里面的钙离子就会跟磷酸结合在一起，变成磷酸钙。沉淀的时候，你的小肠就没有办法吸收这些钙了它就会随着你的大便就排掉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饮食里面含高磷的食物，你的钙质就是没有办法被吸收的日常生活食物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含高磷的东西呢？比如说像一些碳酸饮料和一些加工的食品，加工的食品就像一些香肠啊、加工的肉类啊，这都是含高磷酸根的食物所以你要你的钙正确的补充进去，这些食物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其实日常的食物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所谓的高钙食物啦，并不是一定要去补充的钙片啦。有哪些呢？像一些起司啊、牛奶啊，甚至一些豆制品啊，还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啊，比如说一些青江菜啊、地瓜叶啊、菠菜啊，里面其实都有很丰富的钙质只要你在补充这些食物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吃太咸，不要吃高磷酸根的食物，其实你的钙质是很容易被补充的啦其实在卫福部的统计从2017年到2021年国人的营养的变迁里面，发现国人最缺乏的就是钙了大家其实现在并没有很注重在补钙的这件事情但是前面告诉大家，其实骨质疏松现在非常的盛行加上骨质疏松，如果你骨折之后，那个危险度是非常的高的特别是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小心撞到的是你的大腿的话，死亡率1年竟然有30%，跟很多的癌症都一样了你会害怕癌症，所以你也更应该要害怕骨质疏松了补充钙片现在几乎变成一种全民的运动了根据国健署的建议，平均每天大概要补充1000到1200毫克了但是你在补充钙的同时，千万要避免这2种 NG 的食物第一个就是不要吃太咸，第二个不要吃太多含高磷的食物，特别是加工的食物做到以上这2点，基本上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摆脱骨质疏松啦。将屁一件事，关心健康所有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坤俊医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帮忙的话，请按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哦，谢谢大家。